房地产崩盘，茅台暴跌，餐饮倒闭，民众存钱如命，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大面积塌方已经开始了。咱们先说说餐饮业这个天坑，大家知道今年是个什么情况吗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，前8个月餐饮收入增速创下10年最低，上半年倒闭的餐饮企业高达105万家。这个数字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平均每天有近6000家店关门大吉。从米其林级的鼎泰丰到街边的小面馆，全都在哭爹喊娘。我给大家算个账啊，按照业内人士透露的数据，今年餐饮店的营收普遍下滑15%到50%。就拿一个月营收30万的中型餐厅来说，如果下滑30%，一年就要少赚108万。光房租一年就要40多万，再加上人工成本、原材料成本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更让人绝望的是，往年指望着靠节假日回血，今年倒好，5一、11这些黄金周全都成了铁锈周。现在的年轻人要么不来吃，来了也是特种兵打法，最低消费，拍个照就跑。再看看茅台，这个曾经的股王，现在也栽了，线上价格直接跌破2000元，创下近3年来最长下跌周期。我查了一下数据，前3季度茅台的营收增速比去年下滑了 1.53个百分点，净利润更是跌了 4.05个百分点。有个酒商跟我说，今年的货都卖不动，现在价格一天一个样，跌得让人不敢囤货。但最惨的还要数电商卖家了，现在出来个远洋捕捞，比强盗还狠。一位浙江女子卖了快40万的爱彼手表，钱刚到账，银行卡就被冻结了。最后公安硬是把钱划走，说是涉嫌电诈。你说这叫什么事？卖个表都能被当成犯罪，这不是要逼死老百姓吗？还有个卖金店老板，就因为卖了2条金条，卡也被冻结了。这些执法部门现在是越来越不要脸了，连抢劫都明目张胆。你说老百姓现在还敢网上做生意吗？看看 M1 货币供应量同比下降 7.4%， 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活力彻底萎缩了，老百姓对未来没信心了，都不敢花钱了。而且商业街的租金还在疯涨，1、2线城市涨幅超过 50%。开店的赚不到钱，房东却还在加租，这不是要把最后一滴血都榨干吗？欧盟那边更是雪上加霜，因为电动汽车补贴的事情，现在跟中国闹得不可开交。布鲁塞尔坚决不接受中国提出的最低进口价格建议，中国只好向 WTO 提起上诉。这种情况下，还指望什么中欧关系？说到中国经济最惨的，还得看房地产市场。住建部又是开新闻发布会，又是放大招，结果呢，就跟放烟花似的，看着热闹，转眼就没影了。咱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的政策组合拳是怎么打的。9月份开始，一口气放出了降息、降准、调第2套房首付比例这些招数。到10月份，又搞出个4万亿的白名单项目，还说要改造100万套城中村和危房。听着挺唬人，但你们猜怎么着？克尔瑞监测的数据显示，11黄金周期间，22个重点城市认购面积是涨了 26%，10个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面积甚至涨了 161%。但这有用吗？中指研究院的数据一出来，大家都傻眼了。10月份10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同比暴跌 7.27%， 创下历史新高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拿北京海淀区来说，以前最高能卖到每平方米20万，去年底还能卖14万，现在呢，只剩8万到11万了，跌幅超过 40% 啊！你说这钱都跌到哪去了？全都变成了老百姓的损失。更吓人的是彭博经济的研究数据，全国现在堆着6000万套卖不出去的公寓，
按目前的速度，没有政府帮助的话，得卖4年多才能消化完。北京更是惨不忍睹，需要整整48.9个月，也就是差不多4年才能卖完。武汉也好不到哪去，需要42个月。再看看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幅，深圳从2021年2月的最高点到现在，累计跌了 37.3%， 直接跌回2016年的水平。北京跌了 27.4%， 上海跌了 27%， 广州跌了 26.8%。这一跌就是把7、8年的涨幅全吐出来了。大家知道现在年轻人是什么想法吗？根据权威媒体的调查， 33.1% 的人觉得买房压根就不是人生必需品， 60.8% 的人只求房子保值， 34.4% 的人都已经认命了，觉得房子贬值也没办法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新一代已经对房地产彻底失去信心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现在老百姓的存款占比创下了新高，从2016年的 39.7% 飙升到现在的 49% 以上。大家都在存钱，谁还敢花钱？一个女士说得好，感觉身边的人都在准备过苦日子。我还查了一下人口数据，1982年的人口增长率还有 1.47%， 到2022年变成了负 0.01%。城镇家庭住房自有率已经到 96%， 几乎饱和了。人都在减少了，谁还买新房？更别提现在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到 38.6 平方米，比2000年翻了1倍。所以啊，住建部就算再开100场新闻发布会，就算再放出1000个利好政策，也救不了这个已经崩溃的楼市。现在的购房者早就不是以前那些房子只涨不跌的韭菜了。市场上的每一笔交易都像是在刨房地产的坟。最搞笑的是，面对这样的市场惨状，政府还在那喊着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。我就想问问，市场都已经凉了，还在那硬掰着说他只是睡着了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每次政策一出，股市确实会应声上涨，但第二天立马就跌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连股市都不信他们那套把戏了。麦格里的首席经济学家说得好，这3年来，房地产已经看到好几次虚假的曙光。每次政策放松，市场都会小幅反弹，但很快就会重回跌势。而这次恐怕更难，因为中国面临的不仅是内部压力，外部环境也在急剧恶化。看看欧盟和中国的贸易战，布鲁塞尔直接指控中国给汽车行业发放不公平补贴，强硬拒绝了中国提出的最低进口价格建议。这下可好，中国只能向 WTO 提起上诉。但人家根本不怕你，因为美国都已经公开宣布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 100% 关税了。有专家说，中国会尽最大努力跟欧盟达成中间方案。但在美国大选临近的节骨眼上，欧盟怎么可能给中国台阶下？更讽刺的是，欧盟内部还有不少成员国在打小算盘，想趁机跟中国单独谈判，吸引投资。这不是在拆欧盟自己的台吗？中国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中欧关系恶化，尤其是在美国大选可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关键时刻。但担心又有什么用？美国那边要加征 100% 关税，欧盟这边要搞反补贴调查，两边都卡脖子，中国外贸还能好到哪去？难怪海外投资者纷纷撤离中国市场。大家都不傻，都看得出来这是末日前的征兆。就连巴菲特这种长期看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大佬，现在都开始用脚投票了。看来2024年这个寒冬不仅冷，而且会很漫长。不知道还有多少企业会在这个严冬里倒下，多少投资者会在这个严冬里梦醒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这个冬天注定会被写进中国经济史上最黑暗的篇章。你知道现在外资最担心什么吗？就是担心中美关系在大选后会进一步恶化。毕竟不管是拜登还是特朗普当选，对华政策肯定会更强硬。到时候这些贸易制裁、技术封锁只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狠。所以啊，明年的中国经济怕是要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寒冬。
不光是内需不振，外贸受阻，更要面对全球资本的大撤退。我现在就好奇一点，等寒冬真的来了，中国还能拿出什么招数来救市？靠发行特别国债，靠放水刺激，这些招数都用过了，市场早就免疫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药都吃完了，病却越来越重了，这日子还怎么过？